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我们来讲萨达姆战争中的精神控制武器。在1991年的1月27日呢，萨达姆呢在巴士拉与他的将军会面。当时他焦躁不安的独步，怒火中烧。因为在6个月之前呢，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全球当时迅速做出了反应，展开了一场无情的震慑与敬畏的行动。联军呢每天以2000次的空袭彻底摧毁了伊拉克的防空体系以及空军嘛。所以侯赛因呢因此企图将联军拖入一场代价高昂的地面战争，他的计划呢彻底失败了。相反呢，成千上万的伊拉克士兵呢居然当时不战而降。这些人可能是身经百战的部队或是他们是属于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之一但奇怪的是他们却不发一枪一弹，居然就自己乖乖地放下了武器，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时一名军官呢立刻递给了侯赛因一份关于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无线电发射台的报告。侯赛因不屑一顾嘛，他就认为是西方的宣传，但是军官坚持的让他继续往下看。报告中呢是附有一份情报文件的，上面就说哈夫吉的这个调频发射台呢正在播放潜意识的一种信息武器，而导致伊拉克军队呢不战而降。这分明就是精神控制武器当时侯赛因怒吼着下令摧毁这座发射塔，但是他的军官们却迟疑了，因为现在这座城市的防守呢是很松懈的，他们没有空中的支援，攻占这座信息发射塔呢简直就是自杀式的任务。但是他们甚至呢不确定这种精神发射武器是否真实存在，它很有可能是美国的又一个谎言嘛。所以当时的侯赛因呢，他下令3天必须摧毁它。他当时呢语气坚定，不容置疑。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名海军陆战队的下士杰西·科恩呢，他在4号观察哨。当时他说他扫描着黑色的地平线，观察哨呢是位于沙特阿拉伯的小镇哈夫吉的一个警察局的楼顶上。这个科恩呢，他当时说并没有指望能够看到什么，因为联军掌握着空中优势嘛。如果萨达姆从窗户哪怕扔出一个纸飞机呢，在落地之前呢，他们的战斗机都会立刻出现在他上方。然而伊拉克的战场上仍然有大量的地面部队，所以沙特就请求美军立刻支援。当时大约是晚上8点钟夜里很安静，这个科恩只听到了海湾吹来的风声和偶尔无线电的那种吱吱声，然后这个科恩就听到了一阵隆隆声起初他以为是雷神，当他拿起望远镜观看的时候呢，对准北方，他发现了坦克部队，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花了片刻才反应过来，然后他立刻抓起无线电联系任何的单位。他说他发现了大量的这个车辆从北方驶来。科恩没有得到回应，他重复联系呢，他说敌方的装甲部队从北方已经接近了，依然没有得到回应。无线电之前呢还是工作正常的所以科恩就认为这些无线电呢是被干扰了。于是他抓起自己的步枪冲下楼。他的部队呢没有为如此规模的袭击其实做好准备。90分钟以后呢，空中支援抵达，但为时已晚，因为伊拉克的军队呢已经占领了这座城市。他们能否守住这座城市其实并不重要，当时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们的任务就是摧毁调频的无线电台发射器。哈夫吉的海军陆战队员就认为这次袭击呢是疯了，因为他们没有为如此大规模的攻势做好准备当然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是在守卫着什么。所以伊拉克的情报是正确的，美国当时呢确实部署了一台潜意识武器。那说到潜意识武器人类真的能否被潜意识所控制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你会惊讶地发现广告商呢是第一批使用这种新技术的。比如你去了一家电影院，那个电影院的大厅里呢是有一个迷人的小吃摊的，刚好呢就是新泽西州的一个家庭去电影院享受了一个有趣的夜晚，然后他们正常的回家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暴露在一种被称为是隐形广告潜意识之中。因为一个装置呢被安装在了电影放映机上，每5秒呢在屏幕上闪烁一次信息，每条信息呢只出现3000分之1秒，快到呢人眼几乎无法察觉。但这是重点，目的呢是让这些信息绕过潜意识的大脑，直接注册到你的潜意识之中。在2个小时的电影之内呢，观众的潜意识呢应该是会看到这个广告1400次，比如说诸如多吃爆米花之类的呼吁行动。超过45000名的电影观众呢，在未经他们同意或知情的情况下，就暴露在这个潜意识的广告之中。所以当时呢，经过统计，爆米花的销量居然猛增了58%。而且当时的美国呢，也在电视网络之中将这项技术呢应用到了他们的广播之中，而且呢，它也奏效了。但是公众得知他们在不知情的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潜意识操纵的时候呢，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好莱坞当时报道称之为这是侵犯，而好莱坞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呢直截了当的称之为是洗脑。
所以1年之内呢，电影院、广播电视台和电视台呢都禁止了潜意识广告。当然了，禁止闪烁图像并不能够阻止消费者被无意识的操纵，因为没有人意识到这已经在发生了，并且呢非常成功。那说起潜意识，就不得不提到弗洛伊德嘛。从19世纪末呢，这个弗洛伊德就普及了我们受无意识驱动的观点。无意识动机呢，在产品营销之中一直被使用，因为它很有效呀。营销专家欧内斯特呢，就使用一种被称为词语联想的技术呢，来测试消费者。他想知道不是他们买了什么，而是为什么买。他了解到妈妈在超市里给孩子买糖果是为了奖励他们很好的行为嘛，他就让商店呢把糖果放在收银机旁边，至今呢他们仍然还在那里。包括雅各布·阿本斯呢，他在1951年当选危地马拉总统的时候，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希望和乐观。他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纲领与他的人民产生了共鸣，但却与联合水果公司格格不入。因为联合水果公司是一家美国的公司呀，是危地马拉最大的雇主和土地的所有者，其香蕉种植园的收入是整个国家的2倍，他们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在1952年呢，阿本斯政府就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大型的土地的所有者为使用的所有的土地呢无偿转让给贫穷的农民，补偿呢是由政府支付，而联合水果公司就拒绝了。正常的解决方案是应该是游说这个阿本斯与政府达成协议，但是联合水果公司呢并不寻求妥协，他们想赢，所以他们就雇佣了爱德华·伯内斯，让他立刻投入了工作。这个爱德华·伯内斯呢，他居然使用大量的文章呢开始充斥着美国的媒体，将阿本斯呢描绘成一个危险的主义者，这完全是谎言呀！因为阿本斯在他的就职演说之中就承诺要将这个危地马拉呢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谎言奏效了呀！当时正值冷战时期啊，激起了这个美国人民要求采取行动，而且呢 CIA 也非常乐意效劳啊，所以在1954年他们就资助并训练了一支叛乱的军队，在6月18日呢，这支军队就夺取了政府的政权，迫使这个阿本斯流亡。而且他们又扶持了一个新的人，成为这个军事独裁者，为美国效劳。那在接下来的40年里呢，这个危地马拉就遭受了残暴、恐怖、敢死队和政治不稳定的折磨。所以这段时期的人权侵犯事件如此骇人听闻，而这些罪行之中有93%都是由 CIA 训练和操作的人员所实施的，所以就导致那个危地马拉的地方有20万人死亡，另有20万人逃亡，100万人无家可归。但是美国的联合水果公司的利润却得以保全，这都要归功于美国的宣传大师啊伯内斯，他证明了你可以潜意识地控制一个人的意见。但是呢，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啊，他们想要更多，他们想要潜意识地控制一个人的行为，将潜意识呢武器化。于是呢，一个叫做尖叫核的一个东西呢诞生了。那心理战呢是美国军事行动啊常规组成的一个部分，陆军的野战手册甚至把它称之为至关重要。心理战这个词听起来很神秘，但其策略呢通常不过是散发传单或者是通过广播宣传嘛，目的是利用信息而不是子弹和炸弹来影响敌方行动。在越南战的激烈时期呢，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呢，散发传单已经不够用了，但陆军有了一种强大的新工具，可以直接针对敌方部队的，它叫尖叫核。尖叫核呢是一种声波武器啊，使用安装在装甲车和直升机上的特殊扬声器呢来使用。因为人耳在超过85分贝的声音下呢就会受到损伤，而尖叫核呢可以从2英里半之外呢发出高达120分贝的毁灭性的尖叫，而越南士兵呢瞬间会被这种强烈的声音弄得失去行动力，他们遭受痛苦、恶心，并经常遭受永久性的听力损伤。但是尖叫核不仅仅是能够让身体受到损害，陆军发现声波可以操纵其情绪，在敌人中引发痛苦和混乱。结果呢令人震惊啊！在1967年到1968年之间呢，有3万名的越南士兵向美国投降。尽管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尖叫核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敌人呢能够听到它已经来了。所以陆军呢想要一种更致命、更隐蔽的武器，一种敌人看不到也听不到的东西。声波做不到，但是电磁波呢居然可以做到。在1961年呢，微波技术就开始进入了日常生活嘛。微波炉刚刚上市啊，那会儿低水平的微波炉呢被用于许多不同的设备之中。生物物理学家艾伦·弗雷呢就开始研究微波对人类的影响，以确保呢没有健康风险。他将受试者置于一个屏蔽的房间，让他们暴露在不同的微波的频率之下。在1310兆赫时候呢，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受试者询问是否有咔嗒声，但是房间里其实是一片安静的，房间与外面是与世隔绝的，实验中也没有任何移动的物体。所以这个弗雷就发现呢，在20到3000兆赫之间的频率呢，会让人听到似乎来自于他们脑海深处的声音。
咔嗒声呀、敲击声啊、嗡嗡声啊，各种声音。它可以无需植入呢，就将声音直接传递到大脑。所以当时的科学家就开始用动物来实验，只通过微波脉冲呢，居然能够让猫呢改变方向。当时的 CIA 就想知道这项技术是否能够影响动物的心率，更具体的来说，就是它们能否远程的引发动物的心脏病。所以弗雷就用青蛙的心脏进行了实验，并进行了脉冲调制辐射。他惊讶的就发现，他可以在没有任何设备连接的情况下，远程的增加青蛙的心率。当时苏联的科学家也在兔子上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到了1972年的时候呢，苏联人开始进行人体实验，解密报告就显示呢，他们已经进行了500多项关于微波如何影响人类行为的研究。他们发现了致命和非致命的效应。提到致命效应呢，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新细节。他们并非是有意杀死受试者，但他们发现他们可以杀死受试者，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可以被远程控制。当时的美国陆军对此非常感兴趣，于是他们立刻加大了对微波辐射的研究。他们订购了能够携带微波广播设备的卡车，目标呢是辐射并摧毁敌人。在1976年呢，海军终于就发现了苏联科学家是如何意外杀死敌人。他们使用的微波足以产生热量，所以苏联的科学家称之为微热效应。如果你有一个微波炉，你就会这种微热效应，称之为烹饪嘛。查皮茨呢，就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国防部行动科学家。他尝试将指令传输到受试者的脑海之中，他居然奏效了。他使用低功率的微波，他可以让受试者听到自己脑海中的词语。军方就告诉这个查皮茨要更进一步，于是他们想要在受试者没有听到指令的情况下，将指令呢就发送到他们的潜意识之中。于是在第二轮实验之中呢，一名受试者被这个微波辐射轰击，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竟然离开了实验室。过了一会儿呢，那个人又带着一罐汽水回来了。查皮茨就问他为什么在实验的中途离开呢？那个人就说他渴了，所以去商店买了冷饮。于是呢，查皮茨笑了，他说实验成功了，因为这名受试者被编程就是使其感到口渴，并去商店买汽水。这就是利用微波进行的催眠。但催眠并非对每个人都有效，军方需要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法。所以4年之后呢，他们得到了一个新的方法，也就是在1980年呢，埃尔登·伯德博士呢在国防部工作，他正在探索比微波更短的频率，他想将人脑波武器化。脑波呢也被称之为神经震荡，是大脑中的电活动模式。有些波有不同的频率，对应着不同的精神状态。比如说贝塔波呢是用于主动解决问题，阿尔法波呢是用于放松等等。那伯德博士呢尝试将外部的电磁波与脑波同步，他相信通过匹配频率并提高功率可以影响特定的思想和情绪。于是呢他奏效了，他就发现他可以与动物的脑波同步，并触发其行为调节化学物质的释放。我们可以让动物主动进入昏迷状态，也可以让鸡的大脑呢释放出80%的天然的鸦片类物质，可以让老鼠呢释放出组胺。组胺呢就是在对于过敏原反应中所释放的，而组胺还会引起一系列的炎症反应。伯德兴奋不已，他说在人类身上这会立刻引起类似于流感症状，并导致恶心，也会暂时的使人呢丧失行动力。它仿佛就像是一把电击枪一样。所以在1982年呢，一份美国空军的报告呢包含了一个不祥的警告。如果将大脑理解成为一个电介导器官的话，表明呢施加的电磁场能够引导行为。此外呢，100毫安的电流通过心肌可能会导致心脏骤停或死亡。所以美国空军秘密地继续进行着伯德的脑波研究，他们雇佣了罗斯艾迪博士呢来将其武器化。于是呢，一种革命性的新武器诞生了，一种可以操纵人的思想情绪的设备。听起来呢非常像是科幻小说，或者说是伪科学。但是这种设备不仅存在，而且呢居然已经获得了专利。虽然完整的原理图被美国的政府列为机密嘛，但是颁发给沉默之声公司的专利号515-7903呢，就描述了一种被称为无声潜意识呈现系统的东西。该设备呢映射对应的特定情绪的电大脑活动，这些情绪信号的汲取被识别和记录，以创建一个情绪的数据库。然后人类的脑波呢被克隆并增强。他说你可以选择一种你期望的情绪，比如说期望对方恐惧、绝望、无助，系统呢就可以将其传输过去，那个人就开始出现这种情绪了。而情绪触发器呢是由无声的声波扩频潜意识载波技术所传输的。该技术呢在非常低非常高的频率下运行，关键是呢我们人类听不见。而载波运行呢就如同比如说我们听到的广播电视可以进行传播。所以说假设你想让某个人感到悲伤，你从数据库中调出来悲伤的脑波频率，
然后将这种听不见看不见的脑波声波频率呢加在比如说一个广播频道上，这样呢目标只要听到广播就会没有意识的搭上了这个顺风车嘛，他就慢慢的会与目标的脑波同步，触发其悲伤或者是任何你想要的情绪。根据该专利呢，由此可以产生的情绪居然是压倒性的。现在该专利坚持认为这不是一种武器，但它确实的指出这些呢是潜意识的且无法检测到的，这就使它变得很危险呀。而沉默之声公司声称只是专注于积极的情绪，它意思就是他们没有研究那些悲伤的不好的情绪。但是在1996年呢，沉默之声公司的总裁忍不住夸赞了该设备的真正目的，他就透露了一个大秘密。他说该系统在沙漠风暴行动之中得到了非常成功的应用，那就是美国军方已经证实了潜意识精神控制这个武器嘛，并在伊拉克呢部署了这项技术而沙漠风暴行动就是说的伊拉克的那次行动所以许多当时的伊拉克士兵因此丧生，他们也试图阻止了这一切。所以萨达姆曾经就派遣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将近100万人占领了科威特，那是当时世界上第5大军队，而且经过与伊朗长达8年的战争洗礼呢，他们久经沙场。所以呢，当布什宣布他们希望伊拉克军队放下武器回家的时候呢，这听起来简直是痴心妄想。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因为美军军方拥有一种全新的秘密武器在沙特阿拉伯的小镇卡夫吉的一个广播电台，如果你刚好调到了这个电台，你就会听到音乐或者是新闻嘛，就像是任何广播电台一模一样。但是无线电传输之中却嵌入了一种模仿脑波频率的信号，具体来说呢，就是产生绝望感的频率。而且呢，它奏效了。当时整个营的士兵居然都自动的放下了武器，伊拉克的坦克呢也自己挂起了白旗，他们失去了战斗的意识。当时的美军全副武装准备进入战斗，驶入科威特，所以伊拉克士兵呢却数千人的耐心的站在那里等待着投降。一名海军陆战队的这个队员就说他们简直投降的太快了，以至于他们都跟不上他们自己前进去收拾战俘的步伐，所以战争呢转瞬就结束了。因此在1月29日的晚上呢，伊拉克的第5机械师突然呢袭击并占领了卡夫吉时，那个卡夫吉的海军陆战队员也感到非常惊讶。这对于伊拉克来说是一场急需的宣传胜利，但是它并没有持续多久嘛。2天之后，美国空军的强大火力彻底就摧毁了卡夫吉，那第5机械师呢也被全歼了。但是他们摧毁了那个通过潜意识让伊拉克军队投降的发射器，所以他们完成了任务。但是有意思的是美国政府官员否认这一切曾经发生过，并坚称这种系统根本不存在。前海军的武器研究主任查尔斯曾被问及此事，他就说我还没有见过这些东西真正的起作用。而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计划局每隔几年都会来找他们，看看有没有办法使其远程的使中枢神经系统失能，但是都没有任何进展。所以查尔斯就说那太科幻了，太牵强了这件事情。难道这真的只是一个假的阴谋论吗？但是这里有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说当时停火协议达成了，当时的萨达姆也被允许继续掌权，这就引来了布什政府的许多批判但是战争的目的只是解放科威特而不是推翻伊拉克当时。然而在1991年3月1日也就是停火1天之后，一场针对萨达姆的政府的叛乱居然在这个巴士拉爆发。叛乱蔓延到了伊拉克南部的所有主要城市，多达10多万伊拉克人被杀。随后设立了禁飞区。那是什么导致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叛乱呢？一个名为自由伊拉克之声的电台广播鼓励了这场叛乱，而那个电台居然是位于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小镇，并且由 CIA 运行的。难道他没有在那个电台的广播之中加入了什么微波的辐射频率吗？而导致了人们做出了这种行为吗？但是大多数人依然认为这只是巧合，他们认为潜意识的武器并不存在。但有些人认为这种潜意识技术不仅存在，而且在伊拉克部署了，目的明确，而且这是一次更大规模的实验性武器。那在第2年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建立了一个设施，国防部建造了一个大功率的发射器，可以将其电磁脉冲发射到电离层和世界的任何地方，它被称之为 IPU， 也就是高频主动极光研究项目。之前宇哥也讲过嘛，它主要是控制天气的武器。之前这些武器也都被认为是一种科幻不存在的想象，但是它已经真真切切地发明了出来。难道这又是巧合吗？大家认为呢？那么好了，故事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